烧一部烤也是相对来说在国内的自媒体圈里面，我觉得介绍这条街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也没有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用一个完整的镜头来记录说整一条街大概长什么样。然后今天就开个车给大家绕一圈，对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开到哪儿算哪儿，对吧？但是住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天晚上3点钟之前，你几乎别想睡觉，太吵了，因为边上都是各种的吧呀、音乐啊，怎么样？大家好，我是小胖。今天平安夜的话，就约了几个朋友过来吃饭。本来我们想去一个西餐厅的，然后他们说不行，好像平安夜想吃中餐，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在芭提雅现在比较火、比较新开的一个叫柴火鸡这么一个东西啊，但比较远这个地方，我估计没有车，大家打车来可能不大方便。基本上在这里吃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常住的人。然后最关键的是，我走啊，我突然间看到了一个人。看到了一个大家很久没看到的人啊！突然看到一个很久大家没看到的人，来打招呼。你在直播啊？没有直播啊，录视频啊。哦 ，Hello， 大家好。你也要录视频吗？你也要录吗？我在，我看见了。你要看是吧？啊，很久没看到这个人了。这个人最近每天在中天当神仙。这中天日子哈。我记得你俩人录这个视频是在那个录像跟一个女的搭讪，你还黄毛了。没有，那烧一不烤，那是老陆月光吧。那月光吧，我先去啊。我们看到阿修了，阿修刚好在跟朋友在那边吃饭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柴火鸡，本来想去拍他们那桌，看他们那么多人，对吧？也不大方便啊。它整个环境的话，就是应该是一个泳池、一个酒店改造的，然后它门口去搭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于一个棚啊。然后这里的话还会有一个假山，座位还蛮多的，好像有一个10几20桌呢。鱼还蛮大的，天太黑了看不出来啊。这搞得蛮好的，这里原来应该是个别墅区。好，这个我们的柴火鸡，对我们还有一条鱼好像。这个吃完了以后，我们再吃鱼。是一锅还是一条？对，就是吃完这个。对，吃完再上鱼，因为鱼跟这个会串。然后呢，鹅没有了，鹅到时候还没送来，没办法。这就是应该叫这个地锅鸡吧，还是柴火鸡吧，差不多。下面真的是用柴烧的吗？那不太贵的。我看一下，我柴都放在边上的啊，柴在旁边上，真的。我看看啊，我们拿开来看看。它真的是用炭，不是用电的，对吧？这个就很假。它是正儿八经用炭在烧的，用木头在烧的。再炖一会儿。我们桌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碗，这个碗像不像原来就是喝酒，喝完以后把地上一丢，来走，啊，这种感觉，这感觉太好了啊！3碗不过缸，真假的？你喝2、3瓶嘛？3瓶肯定过不了缸了呀。我跟你说，这个泰国啤酒3瓶绝对比国内半箱要厉害吧？喜欢喝，就国内那种可以比乌苏凶。这个我感觉还是乌苏乌苏比呛凶多了。来，数料，这个地锅鸡啊，我们看一下，这好像是半只。这肯定一只啊。半只，我刚才说了半只。半只。我刚才说了半只，这个饼还是再等会儿。对，我们还有一条鱼呢。这个我们先尝尝。我们还有猪肉啊，五花肉。对，还有排骨，什么是送的？他就是我们来，他会送一份排骨。这味道进去啊！哇，哎呦，吃了一半看到他们在做这个。这是鹅吧？这个鹅有点大的。刚才我要半个鹅，说鹅没到，鹅刚到是吧？这个它声音好大。这个是猪尾是吧？牛尾。牛尾你们现在有保了是吧？还是算加菜？牛尾。它大的那种黑鱼啊，还包出来是吧？然后还有甲鱼。这里看。然后我又加了锅鱼。你先。这个应该是什么？是包头鱼还是草鱼还是黑鱼啊？
我不知道是什么鱼。我们小时候啊，我妈经常会玩这种游戏，就这块鱼骨头，看能不能给它竖起来，然后许个愿3次，看能不能给它竖起来，竖不起来。一般它是能竖起来的，它能这样竖起来。啊，吃不完，吃不完。这个老板第一件太小了，这个碗，一会儿搞那种大的。这个其实点1份的话，基本上4个人是够吃的，就是属于那种眼界很大、胃口肚肠土、胃口很小那种。我们现在就到了绍伊布考街啊，这条街的话，基本就是老外了。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圣诞的氛围啊，浓不浓厚？其实它跟在国外的圣诞节，实际上平安夜的话，圣诞节对吧，就是我们国内的春节嘛。所以说，在泰国的话也是这样，他们到了圣诞节啊，都会换上那个圣诞老人的衣服啊，都穿红色的。然后类似于跟我们的春节一样，他们这里有很多的上班女孩子啊，会穿着旗袍啊，会穿着一些中式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对吧？宋干节呢，他们会穿上自己的泰式服装啊，这个基本上在泰国的话，过年也就这3个算过年了，对吧？一个宋干节，一个中国的春节，一个类似于圣诞啊，就这么个情况。元旦也算吧，啊，但元旦好像就没有一些特殊的礼服啊或者怎么样的。布考街一如既往的堵啊，今天原则上应该算老外的除夕夜，对吧？我发现老外也不是很多嘛，这个好像还是平时会更拥堵一点，今天的还好，至少在这里走。平时的话，这条街基本上属于不大动，因为这条街基本上就是老外喜欢来的，包括很多其实我们的国人啊不大愿意逛这条街，因为在这条街啊，这个基本上审美方面的问题啊，这条街的审美就不如那边那么好了，对吧？像步行街啊，步行街其实也比较欧美范，包括六巷那就比较东亚范，对吧？那这里的话就比较欧美范了，包括这里所有的人，反正国人有，但是相对来说华裔面孔的不多啊。这老外肯定占绍伊布考这条街的90%以上了吧，就是西方老外啊，所谓的西方老外，西方男人。那前面那个就是双条车，其实绍伊布考它也有双条车，它是从中路一直到南路，它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双条，但这个双条的时长啊很长，因为堵，就是因为堵，然后边上摩托车啊什么特别多，路呢比较窄，所以各位走这条路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一点，对吧？多看看身后的车，别走着走着，我们的习惯也不大好，喜欢走到马路中间去，很多人都走到马路中间去的。现在是泰国时间晚上10点半，这咋气氛不是很到位呢？还是说今天要去步行街看看？我估计步行街呢，也就是最多穿个圣诞服，也没啥了。所以今天我打算开车啊，带大家逛一圈绍伊布考。因为这条街的话，很多人啊都不大了解这条街。其实这条街好吃好玩的东西比较多，最有名的呢是这条街的西餐。但凡在这条街开西餐店的，基本都不会难吃到哪里去，因为这是老外聚集区啊，对吧？你再看哪家店老外多，那肯定是问题不大，对吧？这边这卫生部，这是尖叫啥？啊，这家啤酒吧也很有名，就是每天晚上都有那个现场乐队。再往前走，这里就是过了那个 Tree Town 绍伊布考，就到了一个象神庙，右手边就是象神庙。再往前走就是鼎鼎大名的 LK 了。其实很多人会说啊 ，LK 怎么，其实 LK 它只是绍伊布考里面的一条巷子而已，对吧？应该说是LK 属于绍伊布考。那么绍伊布考它有这条街很长，它大概有个2公里长。它呢有很多区域划分，比如说树镇，比如说 LK， 对吧？那比如说再往前走回旋标巷，它其实这一条街有很多的一个小巷，这个小巷里面呢也蛮有意思的，其实。这车真的多。前面就是蜜雪冰城，这家蜜雪冰城好像是通宵的，开得很晚。我有一次5点多来还开着，应该是通宵的吧。芭提雅有2家蜜雪冰城通宵的，中路的一家跟这家，基本是属于通宵状态。我看到圣诞老人了，这圣诞老人上面是老外，不是台北。让这辆车先走，到这里就堵了。这里就是整个绍伊布考地区最繁华的地方，就
就是 LK 的口子上，我的右手边是哈尼巷，鼎鼎大名的哈尼一就在右手边。就这一条街是属于什么都有，有按摩店也有，是这种小的啤酒露天吧也有，勾勾吧也有，对吧？这个保守的、拖的什么的都有。这条街还有这种按摩店，这种店就是包括吃的、西餐也很多。这条街其实是很多元化的元素，基本上你想要的东西在这条街都能得到。但是说这条街好看嘛？那我实话实说，的确有时候看不下去。但是你多淘淘啊，这个东西就淘宝一样，多淘淘啊，总能淘到自己满意的，对吧？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哎呦，前面那家店是大兄弟店。哎呀，哦呦，大兄弟谁？我家大兄弟店好像是这条街最漂亮的一家店，左手边都是大兄弟。好，到了 LK 的口子上了。LK 啊，每天都这么堵啊。所以欧美人啊，就喜欢跟大兄弟玩，大兄弟给的情绪价值高呀，是吧？你看泰国人就很有礼貌，你看开我车过来了，我刹车了，他就会鞠躬。在国内不大会，实话实说。这方面泰国人过马路还是很注意的，基本上你只要让他了，礼让行人了，他都会给你鞠个躬。好，我们就过了 LK 的路口，然后再往前走就是这条我俗称叫贝斯巷，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这贝斯酒店、EDG、Age， 对吧？就是都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个比较有名的赛百味，包括 Age Massage， 包括这个啾啾。这家啾啾其实很多人没进去过，其实这家啾啾也蛮好玩的。它属于稍微不好的一家夜店，所以它下面写的 Net Club。其实这家啾啾的话也蛮有味道，里面几乎没有中国人，因为不会有人去这种店，你知道吧？所以大家有时候出来玩啊，多探索精神。其实芭提雅好玩的地方很多，只是有时候人啊是有那种舒适感，你知道吧？就是不喜欢去折腾。哎，我转弯了，太堵了。啊，这就是所谓的贝斯巷，我叫贝斯巷，但别人叫什么我不知道。啊，这个另外一个口子，它也连接着 LK， 它是一个 L 型的一个口子。包括樟树大学球房就在前面。就这条街也属于缤纷多彩，所以大家可以有时候去逛逛。这就是最有名的烧一步烤。也是相对来说在国内的自媒体圈里面，我觉得介绍这条街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也没有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用一个完整的镜头来记录说整一条街大概长什么样。然后今天就开个车给大家绕一圈，对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开到哪儿算哪儿，对吧？但是住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天晚上3点钟之前，你几乎别想睡觉，太吵了。边上都是各种的吧呀、音乐啊，怎么样？还是蛮冷清的这个圣诞节的氛围。我觉得除了挂了一点气球，穿了一些红色圣诞老的衣服，相对来说人我觉得反而比人少了，就跟我们的春节一样，好像路上人会少。这条街也是。这是到大球的球坊，过了球坊，转弯我们就又回到主路2路了啊。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好，各位平安夜快乐，圣诞快乐，拜拜。